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来到包明说。这期话题我们说的是中国船舶工业继续大规模的建造和交付主力舰只。美国海军新闻网站呢转发了一张中国微博照片，显示大连造船厂正在同时建造5艘052D 驱逐舰。一位有名的海军专家在转发消息的时候特意注明，这并不是中国最大的海军造船厂，他可能想说中国还有上海的中华和沪东2家船厂。根据美国国防部的报告，202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海军，因为2019年中国造船业交付了10艘驱逐舰，2021年又交付了8艘，交付的速度让美国海军是望尘莫及。中国海军的造船速度如此之快，主要是因为中国拥有世界上最大的船舶工业，也拥有自主的舰载武器制造能力。在雄厚产业基础的支撑之下，海军想要在短时间内大量的制造主力舰艇，当然不是什么难事儿。中国因为遭到西方国家的长期的制裁和封锁，所以在军舰主要分系统的研制上只能自力更生，包括动力系统、武器系统、导航设备、电子对抗系统等等，这在全世界是绝无仅有。国外海军装备建造呢，不同的国家负责不同的分系统，分工呢非常细。有些公司专门造舰炮，有些公司专门造导弹，有些公司专门造雷达。法国有一家公司还专门建造军舰上用的火箭干扰弹。在西方阵营之内这样的分工合作还是卓有成效的。包括美国在内，他们的战舰上装满了来自世界各个工业强国的分系统。这样的合作的模式有利有弊。有利的是，中小型国家可以专攻某一项海军装备技术，其他的技术和产品呢，甚至整件的制造都可以依靠其他的盟友，经济负担呢比较轻。坏处是自己的海军如果有一些特殊的需求，市面上又没有成熟产品的话，装备部门就只能退而求其次。如果某些需求不能打折扣，那就必须向另外一个国家的制造商定制，无论经费、工期还是合作的顺畅的程度都很难让人满意。欧洲国家联合研制海军战舰经常发生中途散伙、项目重组的情况，就是这个原因造成的。在整个西方国家海军装备界有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就是美国垄断了海基反导技术。到目前为止呢，在西方能用的海上反导系统只有美国的宙斯盾。欧洲虽然试图研制自己的舰载反导系统，但至今呢也没有拿出成果来。于是西班牙、挪威这些欧洲国家纷纷倒向美国。美国一直是全球第一大海军强国，但是从上个世纪80年代开始，美国的造船业就不断的衰退。到今天，美国的商船制造业已经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几个船厂都是在靠军用船只的合同维持。产业基础的衰退也影响到了战舰的科研设计能力，一些分系统呢被迫外包，比如朱姆沃尔特级驱逐舰上的2门先进的舰炮只能外包给英国的 BAE 公司，结果呢消耗了大量的经费和时间，最后也没搞出来。美国海军呢在国内还找不到合适的反舰导弹，只能从挪威引进。最近美国不得不向意大利引进护卫舰的设计方案，这就是正在实施的新座级。然而新座级是在意大利和欧洲工业基础上设计出来的，要想把它卖给美国海军，就必须把武器装备和作战指挥这些系统统统换成美国海军制式，由此带来了漫长的工期和吓人的价格。作为护卫舰的新座级竟然比中国的驱逐舰还贵一大截。所有这些海军装备研制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在中国全都不存在。中国有能力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设计建造战舰和分系统，从雷达、导弹、鱼雷主机到螺旋桨，甚至于挡风玻璃，没有一件是需要依靠外国。强大的产业基础和有效的管理协调，让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如今拥有了全世界最好的装备研发条件。所以我们不但能够大批量的建造052D 驱逐舰、055大型驱逐舰，还完成了福建号航母这样的重大战略型号。弹道导弹核潜艇与攻击型核潜艇的研制装备也在稳步的推进。按照这样的发展速度，10年后会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景呢？各位网友可以尽管发挥您的想象力。